大家好，那我们这节呢，主要讲一下第三章传输层，也叫做运输层，就看个人习惯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哈，这个传输层其实是在第四层，它的上层呢是应用层，也就是说我们上节课讲到的应用层协议，其中 HTTP、FTP 对吧？然后呢 Telnet 协议、SMTP、DNS 协议、DHCP 协议等等等，它呢都是应用层协议。我们这节课呢要讲的是第四层，也就叫运输层协议，或者说也叫传输层协议。它呢主要涉及到两个我们会用到的，一个是 TCP 协议，一个是 UDP 协议。而且呢，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在传输层重点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端口啊，就是我们大家这么理解啊，就是应用层重点关注的是应用的程序，也就是 message， 根据协议来传 message。传输层呢是做区域划分，做应用程序的划分。那这章节重点讲的其实还有端口这么一说啊，所以端口是在这一节。网络层呢重点是 IP， 然后第二个数据链路层呢重点是 MAC 地址。物理层呢我们不会讲啊，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每一层关注到它主要的知识点就 OK 了。那传输层是干嘛的呢？传输层主要就是承上启下，承上承的是应用层的上，启下呢起的是网络层的下。它的作用就是把应用层的数据呢发给自己，发到传输层，传输层再把自己的数据传到下一层网络层。那网络层提供了主机之间的逻辑通信，而传输层为运行在不同主机之间的进程提供逻辑通信。大家这么记住哈，网络层是什么？是 IP 地址。传输层是什么呢？传输层是进程，进程对应的是端口号，也就是我们上一节最后面讲到的不同应用程序之间通讯，实际上是靠 IP 加端口才能找到最终对应的你是哪一个单元门啊。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，网络层提供的是主机之间，也就 IP 之间，运输层运行在它对应的是不同进程之间，也就是端口之间。网络层呢提供了两个终端的连接通道，也就是说，网络层是将你的数据包发到另一台电脑上，就是说把你这台电脑的数据包发到另一台数据电脑上，它们两个数据终端的标识的 ID 是 IP。那传输层呢是你这台终端上运行的一个程序，然后呢发送到另一台终端上运行的程序啊，怎么理解呢？我们下面有例子哈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好了，一会儿。那传输层呢，主要是有两个功能，一个是多路复用，一个是多路分解啊。多路复用呢，就是各个应用进程的数据在传输层进行汇聚啊。我们下面会有例子哈，各个应用层的数据都会在传输层进行汇聚，然后通过网络层传输。多路分解呢，是说解析从网络层收到的数据，然后呢在传输层拆解，并推送到对应的应用程序。我们来看例子哈，我们来看例子。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拿这句话来看啊，拿这句话来看。首先，网络层提供了两个终端之间的连接通道，这是应用层，对吧？上节课讲的，这节课是传输层，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。那这节课我们还要简单提网络层。网络层是提供了两个 IP 地址之间的通讯啊，看到了吧？是两个 IP 地址之间的通讯。然后呢，运输层提供的是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通道，比如说你这台电脑上有 Skype， 这台电脑上有 Skype， 对吧？然后呢，这台电脑上有火狐浏览器，这台电脑有火狐浏览器。当你两个火狐浏览器通信的时候，那你是需要在应用层把数据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并把应用层数据传输给谁？传输给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传输层。传输层呢你看，传输层监听对应的是端口。Skype 它的应用程序的对应的端口号是10001，火狐浏览器呢是10002，这个奈飞呢是10003。在传输层，它的分别是以端口来做区分的啊。然后呢，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汇聚到这儿，汇聚到这儿，然后呢，它再传输到下一层，下一层就叫做网络层。所以大家看这句话，各个应用进程的数据在传输层进行汇聚，什么意思？
三个应用程序是代表3个应用，对吧？他们把各自的数据全部放在传输层汇聚，全部交给传输层。传输层呢汇聚完之后呢，干嘛？把它通过下一层的网络层传送到目的的终端，还是目的的终端的网络层。所以说，传输层提供终端上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通道，就是它做的是这2个之间的通道。但是呢，网络层提供的是2台电脑之间的通道。传输层呢，其实涉及到2个协议，一个呢是 UDP， 一个是 TCP。那首先简单介绍一下，网络层它是以 IP 协议，本身呢是提供2个主机终端的数据通道，就2个电脑之间通道。但是 IP 服务模型呢是尽力而为的，就这个 IP 网络呢，它是没有办法保证你的数据100%发送过去的。IP 协议自身呢，并不能提供数据的一定到达，因此呢 IP 协议被称作不可靠服务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些场景下需要在 IP 的协议下保障我们数据100%的去送达，因此呢，在传输层有2种协议，我们定义了一个叫 UDP 协议，一个 TCP 协议。UDP 协议呢，它提供的是不可靠的、无连接的、面向数据包的。TCP 呢是提供可靠的、有连接的、面向数据流的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 TCP 是可靠的，虽然说这个 IP 网络就是你的电脑的数据发送到我电脑上的数据，它呢可能不可靠，对吧？因为 IP 协议是不可靠的，但是我可以通过 TCP 协议保证我这个数据包发送过去。我发现要是没有发送过去，没有成功，我会再发送过去一次。而且 TCP 呢，它是可靠连接、有连接的服务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图啊。这个图很形象。首先呢，这是发送方，发送方要发送数据之前，他会问对方：“我要发送了，你是不是准备好了？”对方说：“我可以了，你发吧。”接下来呢，他会以一个小段按顺序的去发送，而且每发送一个确认完，他会继续再发送下一个。所以它是可靠连接，提供可靠的有连接的服务，而且它是数据流，就一个流一个流往上发，对吧？那 UDP 协议呢，它是不可靠的、无连接的、面向数据包的。它是什么呢？我不管你这个人准备好，我也不问你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有没有人，我不管你，我只要我这边想发，我就给你抛过去一个球，我想发再给你发过去一个球，再给你发过去一个数据。所以呢，它是面向数据包的，就点的。那这里面之前我学习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既然都有这么有连接、提供可靠的有连接的这样 TCP 协议了，为什么要用 UDP 呢？后来啊，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UDP 呢，它不可靠，对吧？它无连接。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无需关注对方的状态，我只要把我的数据按照我呢给你，我想发就发给你。那我这个数据呢，首先它不一定需要求100%发送给你，或者说丢包也 OK。UDP 的既然它的协议很简单，所以说它对应的整个电脑的负载开销，就是占用电脑资源呢就会更少一些。所以 UDP 的场景，比如说你 TCP 得先问你一句，对吧？在不在？可不可以发送？很复杂，然后才能一点点发送。UDP 呢，就在那种场景下，就是我不需要关注你对方在不在，我也不用保证我的数据一定发送过去的场景。这什么场景呢？比如说我跟对方发语音、发视频，如果丢1-2个数据包，无非就是视频稍稍模糊一点，或者说语音无非就稍稍朦胧一点，对吧？这种都不影响我们正常使用。但是如果给对方发送一个文件，需要文件100%正确，或者给你发送一个信的内容必须100%正确，那一定要有可靠的100%能送达的协议。所以传输层的协议，我们刚才讲到了，第一，传输层是进程之间的通信，它关注的是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复用和解析，对吧？那同样呢，传输层2个协议有UDP 和 TCP。TCP 呢是可靠的、有连接的，当然它的开销会更大一些。UDP 呢是不可靠的、无连接的，它的开销会更小一些。那我们呢就先来讲一下 UDP 协议，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TCP 协议。首先呢 UDP 协议无连接，因为没有连接，我不需要先去问对方你是否准备好了，或者说我能不能发送，它整个发送数据的节省的时间会比较发送的时间比较少。那它的特点呢是不可靠。不可靠的意思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要发送数据的对方他在不在线，准备好，他收没收到这个数据，对吧？这是它的特点。第二呢，轻量，
它的协议头部非常少，就简单来讲，它这个协议前面就只占用了20个20个空格，20个字节，20个单位，它的协议非常少。那第三个特点呢，它是没有拥塞控制，就是说我不用关注我当前的信道能不能发送完，我就是想发我就发，我只要我的电脑速率能够满足我当前网卡想发送的速率，就一直往外发啊。等会儿我们再来介绍 TCP， 跟它都是有对应的。同时呢，第4个点就是适用于对数据丢失不敏感、需要更低延时的场景，比如说我们需要视频通话、语音通话、流媒体视频，或者说 DNS、HTTP3 啊这些东西。那我们这有一个思考的一个题目啊，就是不可靠的 UDP 能否改造扩展成可靠的传输呢？那这面其实也是有一个答案的，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但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，大家需要自己去自己去想。简单的一个思路就是 UDP 它提供了一个开销很小，耗时很短的一种协议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基于 UDP 自己去开发一种轻量的，比如说我在发送之前先给你通过 UDP 先快速给你发个数字，然后你回我一个，就自己再去定义一个可靠的传输协议呢？网上是有的，也是开源的，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使用这样的协议。这种协议既能满足 UDP 开销小、发送快，又能弥补一些需要确定可靠的场景啊。那同样，我们第2个问题是 HTTP3 使用的 QIC 协议是什么啊？我首先告诉大家，它是使用的 UDP 协议。我们现在网页用的是HTTP 1.2等这样的一个协议。我们打开网页当然需要的是数据是100%正确的，不能打开内容都是错误的，对吧？但是为什么有 HTTP3 它却使用了 UDP 协议呢？我们刚才不说 UDP 不可靠吗？这就是解决了我们刚才前一个，是有方法的啊，大家自己去学习 HTTP3 使用的 QIC 协议是什么。那最后这有一个提示啊，就是既可以用户自己去设计你的应用层协议，使用传输层的 UDP 协议设计自己的应用层协议，既能保证开销小，又能保证你的这个数据的可靠到达。好，我们再来跟 UDP 对比的 TCP 协议，它叫传输控制协议。你看，又能传输又能控制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一有连接，2可靠。首先就是当你使用 TCP 协议跟对方去通讯之前，先要与对方连接。什么连接呢？先跟对方发送一个数据，发送完数据确认好这个连接通道已经打通了，所以第一步它要先建连接，而且建立连接之后呢，它这个连接是可靠的，我能保证每给对方发送的数据都会对方收到。那你会问我，对方如果没收到怎么办呢？如果对方没有收到，那我这边会检测到他确认，就我给他发送数据了，他没告诉我他收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认为你没有收到，对吧？当我认为你没有给我返回已经收到数据包的反馈的时候，确认包的时候，我会再给你发送一个上一包啊，所以它是可靠的。它的特点呢就是复杂，它的协议呢头部啊，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协议头部数据20个字节，大家可以看 UDP 才8个字节，它呢是20个字节，差的比较大，所以 UDP 协议呢它比较重，很多的时候当你想发轻量数据的时候 UDP 会更适合。第3个呢 TCP 有拥塞控制，也能控制发送速率，防止你的这个网络链路的带宽全部被占用。这个呢我们不过多的讲啊，主要就是说它能控制拥塞，就保证你这个很多程序它都能不会拥挤，都能把这个数据包发出去啊。同时呢它能控制发送速率啊，能保证你的这个网络链路这个带宽啊能尽可能的去优化使用啊。然后它的特点是有流量控制，有序号，有确认真，也有定时器，确保正确。第一，能确保我的数据正确的发送过去，并且按照我的序号1、2、3、4、5，按照序号将数据由发送进程，记住是发送进程，交付到接收进程。发送进程就是我的 QQ 程序，接收进程就是腾讯的接收服务器。所以说这是能保证2个进程间的发送和接收。因此呢，这样 TCP 就能将2个端系统，就是2台终端设备，电脑啊、手机之间不可靠的 IP 服务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对吧？网络层使用的 IP 地址呢是不可靠的，那就能将这个不可靠的 IP 服务通过这种 TCP 协议
能完成并且能扩充成一条可靠的数据传输服务。就简单来讲，有一条路，这个 IP 这条路，这条路呢，它是一条公共的交通路，它可能很快，也可以很慢。你要想让它能快的话，你就得制定交通规则。只有你制定了交通规则，大家按照交通规则就能很快的去通讯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不制定交通规则，让大家随意的去用，比如说 UDP 协议都是一条马路，大家随意的去用，这时候就可能有这个拥挤啊，他也想往前发，他也往前发，所以一条马路，如果你制定了一个 TCP 协议，就能将本来不可靠的一条马路让它变按顺序的，每个人都能达到目的地啊，这就是一个举例子。那 TCP 协议呢，适用于对数据丢失极敏感的场景，就不允许数据丢失，数据必须要完整的发送到对方的场景。比如说我们给对方传送文件啊、图片啊、视频、音频等等我们说的是文件传输哈，你要保证你给对方传的文件是跟你本地一样的，不能是错一个内容的一个字节的内容的。我们访问 Web 页面的时候，也不希望打开的这个网页出现文字的丢失或者错误，给对方发送邮件或者发送文字消息都不需要有错误，对吧？那下一个呢，我们这个附加题超纲是2颗星，就是说请详细的学习并掌握 TCP 传输数据前建立连接的这个3次握手，以及要关闭连接的4次握手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 UDP 是不需要建连接就直接发送的， TCP 呢需要建立连接，发送前要建立连接。其实同样，当跟对方不再通信的时候要关闭连接，所以这里面有个叫做3次握手，就是要建连接前的3次连接握手，以及关闭这个连接的4次挥手，就是再见了啊，4次挥手。这个呢，希望大家自己去学习啊。这有一个图，这个图就是 TCP 的建连接的3次，发送，他会告诉他，然后他回一个，他再确认一下，打通3次握手之后呢，才能正确接下来继续发送数据。挥手也一样，他要告诉他我要关闭了，他说好，你关闭吧啊，你可以，然后服务端再告诉他你可以关闭了啊，我准备好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客户端说好，我关闭完了，所以它是4次握手这流程大家自己去学习。那我们这一块呢，要总结一下 TCP， 我们要总结一下 TCP 与 UDP 的区别。首先 TCP 叫传输控制协议，和 UDP 呢 UDP 叫做用户数据报协议，这两个呢都是互联网上常用的传输协议，它们在数据传输方式和特点上呢有很大的区别。TCP 协议是一种面向连接的， UDP 呢是一种无连接的，就没有连接的。TCP 呢是传输时提供了数据包的传输保证数据包一定能按照顺序100%的到达目的地那 UDP 呢是不能保证我数据包一定到达的，可能会丢失，可能会有重复，可能会乱顺序但是呢 UDP 的协议传输比 TCP 更加高效，就是它更轻嘛，协议的头部更小，它传输数据的这个有效率更高，而且呢它不需要建连接和关闭连接，所以它对整个的我们的服务端和 PC 端的负载会更小。那更适用于 UDP 呢，更适用于实时传输，比如视频跟对方实时在线的视频，实时在线的音频，或者说实时玩游戏这种需要低延时的游戏，对吧？那 TCP 呢，因为它能可靠的传输，对这个延时呢适当的就有一些的取舍，它进行文件传输电子邮件传输网页浏览的时候呢，它会更适合。那举个简单例子，当我们给对方需要传一个文件的时候，一定需要这个文件完整无误，一个字节、一个比特、一个信号都不能错的传输到对方，因此呢，我们就需要 TCP 协议。那如果我们跟对方在线玩游戏或者看视频，或者说我们跟对方实时语音、实时视频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的实时性会更高，不允许有太高的延时，可能需要毫秒级的延时、几毫秒级的延时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选择 UDP 协议。UDP 呢虽然不能保证数据完整性，但是它能传得更快，而且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把数据传输完成那我们再看一下 TCP 和 UDP 的典型场景。首先 TCP 它特点呢，我们已经讲了，可靠传输有连接，对吧？那它当然适合文件传输、发送邮件、Web 浏览、远程登录以及数据库管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是跟业务相关很紧密的，就是我们不能丢出任何一个差错，
如果出现了一个差错呢，文件就会不完整，邮件就会传输错误，浏览器打开的这个页面呢就会丢文字，对吧？或者远程登录啊，数据库的内容查询都会有问题。所以 TCP 更适合这样对数据内容完整性有较高的场景。UDP 呢，实时通讯，比如跟对方实时音频、视频。那如果丢包了怎么办呢？最多就是卡顿一下嘛，对吧？或者说我们的视频、音频就是模糊一下，但是也不影响我们跟对方通讯。DNS 呢，同样 DNS 它很快，因为它查询是很短暂的，不需要可靠连接。如果等它我们打开一个网页，它需要先建立3次连接，再去做查询，那会很慢很慢。而我们现在因为使用 UDP 协议，整个打开网页后台进行 DNS 查询的时候，使用 UDP 协议基本上很快无感的。然后实时游戏呢需要快速的将我们的这个鼠标啊、点击啊、对方的位置啊要传输过去。如果说因为 UDP 如果使用 TCP 它要建立连接比较麻烦，需要耗时较长，那我们会在游戏体验上不好。下面就不说太多了。那需要注意的呢是 TCP 提供的是可靠的、有序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几个特点就好了。传输层就2个协议 TCP、UDP， 根据它跟网络层的区别就是传输层是拿端口来做区分的啊。下一章节我们会讲网络层重点是 IP 去划分的。然后呢 TCP 提供是可靠的、有序的传输，但是呢会引入较大的延迟和较高的开销，就是说对电脑的性能要求会较高，消耗的会较多。而 UDP 呢提供的是较低的延迟和较小的开销，但数据传输呢不可靠，可能不可靠，就根据你的网络带宽质量嘛，对吧？可能不可靠。那也无序，就没有序号啊，没有序号，不知道我上一包和这一包发送过程中哪一包先到对方，可能会丢失。那这有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呢也就不再讲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总结，然后自己去截图，自己去学习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节内容呢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